为其之道，有无相生，实地于外事，不可偏废。这首棋貌似孤僻，却也能盘活，所以你要看好。叔父这棋也下了，也该说正事了吧？好，问你想问的吧。高堂炳走风落网，也在你的算计之中吧？高堂炳在军谋司做到司尉，已经到头了，不再会有上升的空间。但反过来说，他的存在对于蜀汉也是心腹大患。没错，街亭之战，要不是高堂炳截取情报的话，胜负真的很难说。他的暴露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一丁啊，你也要记住，有舍才有得。对于楚汉司文曹来说，谁抓住了高堂炳，谁就可以在司文曹更进一步。苏龙是成功了，你早就猜到，只不过是心里不愿意承认。真没想到，你才是真正的主龙。郭淮将军牺牲了武仙道，牺牲了高堂炳，才让你我二人走到了最关键的位置。你在李岩将军身边抵得上5万精兵，那您呢？陈曹院抵得上10万精兵吧？离我的任务还有一步。司文曹出了这么大的纰漏，冯英肯定是要下台的。在没有完全掌握司文曹之前，一切还有变数。那你是太低估我们的价值了。我们俩联手，就等于大魏10万精兵已入汉中，伪朝蜀汉倾覆指日可待。只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跟未来的结果相比，付出的代价都是九牛一毫，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。那狄越呢？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吗？柔姑娘，因为你在李岩将军身边，如果你死了，会坏了我的大事，所以今天我不杀你，但是从此以后，不准提他的名字。小女方才失言了，得罪了。但是陈曹院，做我们这一行的，不能有任何弱点，一人暴露，牵扯的是一整条线上的人命。陈曹院天资过人，不该不知。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最重要的是互相信任。我饿了，弄点东西吃。陈曹院，稍等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陈宫既是蜀谍，又怎么可能倒戈于我大魏？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3年前，蜀谍陈宫潜入我内部，后来我升他为侍卫长，但实际上，我早就识破了他的真面目。在一次窃取情报的行动中，我当场抓获了他。就算他被当场抓获，我还是不敢相信。陈宫怎么可能违背自己的使命？一定，我叫你回长安闭门读书，不是为了罚你，我是想让你知道，这世上
最难攻破的是人心，而最强大的武器，也正是人心。慢点儿。小心。头儿，今儿挺累的，一会儿你就早点歇着，啊。来。头，没事，别扶我，撒手。郎中说了，你的下身经脉已经受损，千万别再勉强了。哎，头，没事吧，头？怎么没事？我去边上，去树上，让我躺一会儿。去。李岩用杨仪做了交换，保下了冯英。那你怎么办？冯英必须死，不然会让我们清品计划毁于一旦。我知道。有可能会采取极端的行动，你要做好准备。柳英随时听候差遣。长空司文藏是第一要务，多小心。你是客。陈曹元慢走。叔父是如何让司职为我所用的？与其说陈宫叛变，不如说他对叛变深恶痛绝。司职确实是这样的人，这也是为什么在天水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。但往往一个人最坚硬、最牢固的地方，也正是他的弱点。我给他看了一些我和冯英的交易记录。冯英，他也是我们的人吗？他不是，他只是个生意人。我和他有过一些情报上的交换。你和冯英有情报上的往来？不涉及核心机密，这些交易上的往来对我们双方的仕途都有好处。那冯英给你的情报，是蜀国外县游枭的身份吗？不然，这些游枭的生命，对他来说，无异于猪狗。必定，你要记住，这世间难论对错，天地就是如此不仁。这个事实，陈宫也断然无法接受。出去走走吧，换个眼界，你会慢慢了解谍战的要旨。
谍战向来都是血淋淋的。10年前，我和冯英有过一桩很特别的交易。10年前，任何事情，只要肯下功夫，都会有不一样的成色。一时一刻的输赢，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坐。当时夏侯渊将军镇守汉中，一浪西蜀，刘备率10万精兵突然犯境，与我加官对峙。我临危受命，秘密游说西蜀马秦、高盛造反起兵，围攻资中县，想来个忠心开花，以解夏侯将军之围。围魏救赵之策，我之前好像在一段文书里看到过，里面说，当时资中县的守将就是李严吧？资料里不会记录真实的秘密。提供给我资中县情报的人，正是冯英。冯英？那他得到什么好处了吗？等价交换，这不重要。我要说的是，得到资中县情报以后，马秦、高盛长驱大进，李严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。危急之时，李严的良官陈福挺身而出，冒充李严和马秦决一死战，不幸战死在沙场。而这陈福正是陈宫的父亲。陈宫的父亲？那陈宫的父亲岂非死在冯英手上？还有些案例是冯英为了情报战果和我们做的交换。交易的代价是什么？你这样的外县游销，你看看，这和你对施文曹掌握的情况做一下对照。这是眉山五羊的茶，尝尝看。去年冯曹院送给我的，庆祝我们合作顺利。前为王善人，前为王善人也是他出卖的，不然呢？这个王善人富甲一方啊，家族3代曹魏为官。要不是冯英把情报给我，我真的很难怀疑，他竟是西蜀的暗桩。为什么要灭门？我和冯英的交易，见不得人，灭门是要制造江湖仇杀的假象。这狗贼！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冯英此人品行恶劣，有的时候连我也有些不忍。此贼不除，我陈宫誓不为人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冯英杀了你父亲，他必须得死，必须要死得对你我有价值。在下能为将军做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，什么都不用做。至少这2、3年什么都不用做。司文曹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先做。冯英这边的任务，你也要继续完成。今天你我的谈话，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。你也可以忘记，
司文曹给我的任务是拿走你们曹魏的秘密军情。那就继续。我不会在暗中监视你，当然，也没有办法向你提供帮助，一切都得要靠你自己。相信我，这不是个圈套。那到底是为什么？只有这样，你才可以瞒过冯英的眼睛。你要为司文曹建功立业，要好好的为他做事情，才可以靠近冯英，才可以杀了他。我有个预感，你在谍战方面一定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，而我的使命就是帮助你成为这样的人。我明白，做长线。我也相信。真的不吃吗？我也没有想到，司之却是这行当里的天才。我没看错人。但一旦诸葛亮获悉张合部队夜袭街亭，有了高唐炳这颗暗旗在司文曹，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截获成功送回的情报。小侄心服口服。不过叔父，下次能不能别瞒着我？这害得我好惨啊！是，但是时机尚未成熟。街亭案在西蜀引起重大骚乱之后，我向陈宫发出了第2条指令，叫他回去。所以那才是清兵计划真正的起点。正是。这回我可没有瞒你哦。曹元，这次朝魏争议的相当激烈，丞相上了出师表，圣上愿他便衣行事。恐怕也不会如此简单。不过跟咱们也没关系。
会上谈主龙案了吗？啊，谈到了。坏消息。好消息，李岩将军为曹院做了担保。圣上下旨免责，估计过2天，旨意就会到。消息可靠吗？曹院放心，是宫里的内线传出来的。丞相府那边怎么说啊？杨仪复出是曹院免责的条件。李岩将军答应了。答应了。不过还是给曹院留了个小尾巴。保留原职，戴罪图功，褫夺俸禄1年。哼，原以为要走马谡的路了，能这样，已经是上上大吉了。是。萧和审高堂炳审出什么名堂了吗？这还不清楚。现在荀孝和风头正盛，司文司不便过多介入。我现在情况比较敏感，这事儿你还得多上点心。冯曹院，您这意思是？高堂炳负责军谋司多年，弄不好就拔出萝卜带出泥。比如你殷四卫，跟高堂炳就好像交情不浅吧？曹院高见，属下明白了。我让司职去管外线，就是不想让他两兄弟都扎堆在内务这块儿。现在的司文曹，后院不能起火。是。陛下决策了，一应军国大事都交给丞相，便于行事。这……难道陛下忘了他过去说的话了？没忘。密旨我单独进宫，另有定主。先到别墅绕个圈，然后再到进宫北门。是。陛下完了吗？大胆！臣死罪。道尊法师施法未完，陛下还在焚香，静候上仙降临，恐怕一时半会儿不能劳驾见你了。道尊法师，所示天意究竟如何？上仙最终遇事尚不知晓，不过揣测大意，应该是一动不如一静了。诸葛孔明一意孤行，所上出师表，藐视陛下深意。此番若不加以节制的话，后患无穷啊！丞相功高德昭，非诸臣所能忘矣。陛下谕旨。臣此乃密旨。此乃先帝驾崩永安宫所系玉带，陛下赐予将军，还望将军念先帝
托孤之重，卧薪尝胆，熬姜虾醋，尽心辅佐，不可单劳，以图汉室复兴。陈灵芝，请回吧，请回吧。此乃先帝驾崩永安宫所系玉带，陛下赐予将军，还望将军念先帝托孤之重，卧薪尝胆，熬姜虾醋，尽心辅佐，不可单劳，以图汉室复兴。来人，在。取江水和醋汁来。是。我说的那2个条件，如果你不答应，那咱们就没什么可聊的。唐明霄，你要明白你现在的处境，配合我，是你最好的出路。我在司文曹当司卫的时间可比你长啊，萧何。会怎么样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好啊。那我们就先不谈古正的事了，那个算是你的保命本钱。没给我下套，谈不上。在你唐炳兄面前，我就是个学生，有几把刷子你都清楚，但你必须要给我一些干货。我好交差。谈，可以谈，但是不谈核心问题。当时你和武仙道配合，准备盗取弩机图纸。是。有一个环节我没想明白。武仙道拿到图纸之后，我军已对定军山周边50里进行封山搜索，就算你拿到了图纸，也不可能送出蜀境。这个可以谈。军谋司按照朝廷法度，定期会巡查汉中地区的粮草储备和保管。这些天又有一批粮草要运往武都，押运粮草的正是程藩校尉。也就是说，你从古涧溪口拿到武仙道给你送的图纸，会把它藏在送往武都的这批军粮中。是。蜀军虽然封山搜索，但不可能对每辆粮车都卸货检查吧？更不可能想到我们会把图纸藏在军粮之中。程藩校尉知情吗？当然不知道，我不过是利用了朋友关系罢了。
此事机密，关乎晋上安危，守住他们。是。朕自即位以来，加亮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，尊为相父。朝中事务巨细，贤决于亮。然三江未固，两川未安，朕寝不安息。而亮愈骄横，国之大事，皆不奏闻。太后急于召亮于太庙问之，而亮竟擅立张飞之女为后，朕不得不从。昔献帝之于操贼，未尝受此辱。先帝曾对亮云：“君才10倍曹丕，若四子可辅，则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是先帝遗亮也。诸葛孔明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萧何，能说的我可都说了。司文曹会把它记录在你的功劳簿上。是啊，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唐平兄了。可是关键的记住，没有赦免诏令，我是不会说的。小何，小何，小何，这两个要求并不为难，只要你直接向丞相报告，丞相必定禀明圣上，对我高唐平法外施恩。你也太自信了。当然，我知道的是，能让成都地震。唐明兄，你放心吧，这桩交易，我荀彧是绝对不会促成的。为什么？狄越死于你手。我要是大于你，既对不起死者，更对不起我表妹的在天之灵。萧何，你向来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你应该知道死人是不能复生的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也是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理由。通敌叛国者，必须死。萧何，萧何，再给你1天的时间，好好想一想。没有交易，没有条件，开不开口随你。但如果你不开口，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司职已经回来，他不仅是将军门生，也算世交。此人侠肝义胆，而且又精通间谍之道。司文操完全可以交给他，将军又何必力保冯英呢？一人独大，并非为官之道。将军莫非对司职还有点信不过？少爷，你太单纯了。属下愚钝，只是觉得用冯英交换杨仪这笔账算不过来。这有什么算不过来的？杨仪复职，顶多是诸葛亮又复得了一个人才，有人替他跑腿办事而已，又没有什么实权。就算他是一个真人杰，那也是虎落平阳，没有什么大作用。
这倒也是。你记着，司文曹现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，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啊！可冯英这人靠得住，这就是微妙所在了。欲下之道，犹如棋局，必须阴阳相生。将军的道理太深奥了。那就跟你简单的说吧，2个人为我负责，永远比1个人来得稳妥。那四之，哎，那不一样。四之虽说对我忠诚，但冯英在司文曹10余年的经营，成都的宫中都有他的暗线，这个不能比啊！将军，司文曹冯英拦阻车驾。冯英，下去看看。好。冯英，拜谢大将军。属下感念大将军救命之恩，铁门将军归来必须到此迎接，才能略表属下心意呀。少景兄，你这是何必呀？快请起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将军，你我自己人，你再这样说，就见外了。属下还有一事，请将军移不寒舍。先上车吧。请。将军，里面看看。少卿啊，本将军年轻的时候，也曾游遍天下，到过东吴的建安、临川，这里的景致，让我突然感觉到，东吴的确和我们蜀地、曹魏大有不同啊！这蜀地险峻，曹魏呢开阔，气象是各有千秋。但是蜀魏啊，都是金戈铁马，杀伐之气太重，唯独这江南气候最适合调养身心、怡情养性。少卿啊，你很会享受啊！你虽然是司文曹曹院，但你这宅子也太过奢华张扬了吧？你这样做不好吧？你让你的同僚怎么看你呢？大将军，其实这宅子并非属下所有，那是谁的？查一查。将军，是属下让孙令专门为将军寻觅的。将军在公务之余，不妨在此闭门谢客，尽享人伦之乐。少卿啊，这可是违反朝廷的规制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将军，这又不是公然贿赂将军，怎么就违反规制了吗？属下只是暂时借给将军歇马而已，只怕是以将军的才情，还瞧不上这简陋的宅子呢。简陋吗？简陋就简陋点吧，是吧？这个南郑行辕呢，确实是人来人往，太过嘈杂了。这宅子方圆5里地之内，都是司文曹的宅业，既僻静又安全。既然是冯曹院暂借，我们就不要矫情了吧？是，一应势必厨子都已经被将军准备好。将军，往里面看看。来，好。比前一段好多了啊！你看啊，没事。来，四之，帮我拿着。行吗？当然行啊。这个伤腿啊，总算是有知觉了。
那就是没什么力气。这老先生，果然是花刀传人啊，神医啊！小何，中午你不在司里，我让殷四卫陪我去看了一下高堂炳。高堂炳是个老油子，我给他加了些压力。哦，怪不得他情绪很不稳定。多年的军谋司司卫，司文曹套路他太熟悉了。要是不下猛药，他还会死扛。就现在还做梦呢。想要朝廷特赦，司文曹永不追杀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小何，把案子啊，不要带上私人恩怨，你要冷静。要不，高堂炳我来审。这是哪儿啊？不是说李岩将军召见吗？这是李岩将军的别业，李岩将军在养心斋等你。真没想到南郑还有这么精致的宅院。喜欢吗？那还用说？喜欢的话，柳姑娘将来也可以搬进来。真的？当然，我冯英为什么要骗你？谢谢冯曹院，小女很开心。你疯了你！这会害死我的头。小女知错了。放轻点。小女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冯曹院，曹院千万莫见怪啊。你只要以后将看到的、听到的，我儿给我透点风，那便是感谢了。放心，小女知恩图报，永远都是冯曹院的人。你要是不想死，这些话只能放在心里，绝不能放在嘴边儿。小女记住了。大将军这一曲气象万千，足以媲美琴仙博雅。高山流水，天下无双。柳姑娘，哎呀，柳姑娘是本将军的方外之交，不必多礼啊！快请起，来，请起。谢将军。少卿，请。少卿啊，今晚小酌，我找你有点事儿，啊，来，哦，属下厢房恭候，啊，刚好外县邮销弄了一些山珍回来，这山汤不会弄，我去看看，别糟蹋了，那就快去吧，来，柳姑娘，请，来，请坐吧，小女不敢。啊，这又如何呀？坐吧。谢将军。柳姑娘，你瞧此情如何呀？倘若柳姑娘钟情于此情，不妨弹奏一曲。这是将军的神品，小女岂敢亵渎？啊，这又如何呢？这宅子里所有的东西，你都可以随便使用。前次听了姑娘雅奏，不禁感怀于心呐。言特为柳姑娘赋诗一首。
如果柳姑娘将此诗谱成曲，定能天下传颂。青青河畔草，绵绵思远道。素手弄绿绮，所思在溯溪。知音能寄人，辗转似飘蓬。所幸一红颜，哭丧转风春。写的真好，将军文武双全，不愧为蜀汉栋梁。这诗中的红颜知己，便是柳姑娘。柳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小女自幼父母双亡，一生漂泊无际。有幸得遇将军，愿君怜惜。柳姑娘，除非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言绝不辜负柳姑娘。谢将军。朱龙岩让整个朝廷震动，成都那边也是很关注的。是啊，高堂炳绝对不会单枪匹马。朝廷赦免了冯曹院的视察之罪，看来也是不希望牵连太广。这就不是你我应该关心的。在我看来，这个案子必须揭开全部真相，要不然我宣叙就太对不起建安寺这个位子。但是我担心，这盖子揭开之后，小何，你要面对的压力，你无法想象。我看你是当上这个西曹院之后，开始在乎官位了啊。我们是兄弟，我是在为你着想。你想想，高堂炳在军谋司这个位置上做了7、8年，他认识的人盘根错节，我相信上面也不希望你把他弄得太清楚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。你才多大？这把年纪。我一直有一种预感，只要我能揭开烛龙案真正的谜底，那我宣叙这辈子就值了。这是怎么了？老是一辈子一辈子的，你的路还长着呢。陈导演，训头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高堂炳自杀了。将军请。让柳姑娘回去收拾了。哦，这几天就让她搬过来吧。这紫烟阁花街柳巷也不是柳姑娘常住之地。少卿啊，这些小事儿，我都听你的安排吧。一定办得滴水不漏。如此属下才能略感心安了。哎呀，少卿啊，这次对你免责的事情是举手之劳。在大将军是举手之劳，但在属下却是救命之恩呐。属下虽然愚鲁，但是在知恩图报这上绝不含糊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让你继续留在司文曹，我是有私心的。
将军请讲。来，此番成都朝会，我以那诸葛孔明已势同水火，迟早决裂。将军放心，继而上了将军的船，这条命都是将军给的，不管是刀山火海，在下绝不敢辞。封有密旨，就密旨他贼，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呀？虽说封有密旨，但那诸葛孔明在朝中势力之大，不可小觑。是。这说起来，我大汉这类文武班底，除了本地的士族门阀，大多都是丞相带出来的。所以呀，这次行动必须做得毫无痕迹。既要明正其欺君之罪，还不能看出来是我们在使绊子。明白了，将军。等有了周详计划，再向大将军报告。少杰啊，国家的前途命运都担在你冯绍敬的肩上了，属下必定不辱大将军之命。昨夜有事晚饭后，并没有人来过，直到亥时茶叶，才发现高堂斌气断身亡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凶器是桌角上的一块木片。就是这块木片，插入了高堂斌脖颈处。初步判定，他是自杀。小何，别丧气，其实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。真的。这大好事啊！像孝和这么查下去，这司里面原本就有各种议论。什么议论？就说小和是为了一己私利啊，要把我们这些私文曹的老人封个底朝天。荀思为擒获朱龙，付出了很大代价，你们就不要在后面指指点点了。是，曹院说的都对，所以啊，我当时就马上制止了他们这些议论，说了，首先就必须要以支持静安寺的工作为主。姐夫，众人议论不无道理。荀许揪着高堂炳不放，目的不单纯呢。这个荀许啊，现在半身残疾，导致他性情大变，他心里对姐夫有恨。你胡说八道！没有，这实话。好了，回去都别乱说，我回头找萧何单独谈谈。怎么样？高堂斌已死，朱龙案算是有了一个了结。司师，这个案子牵连很多，没那么简单。我当然知道。先按自杀结案，对你有利。听我的。
高堂炳绝不可能自杀。反复勘验过了呀，木片插入脖颈的角度、力度，包括血渍喷溅的方向都吻合，应该是自杀呀。我太了解他了，他就不是会自杀的人。木片是从暗角抠下的，可他的手太干净，甚至没有破损，所以木片肯定不是他自己抠下来的。即便如此，凶手肯定也会搞出很大的动静。高堂明怎么可能坐以待毙呢？这也说不通啊！密钥。军司委，怎么了？冯曹院请您过去一趟。大将军进城！大将军进城！叔父，你来了。西蜀将发生重大变故，我必须亲至。我给你介绍个朋友。在下五仙道祭酒黄玉，拜见郭郡守。黄大祭酒，就这样。好了，军务说话。陈宫已经掌握司文曹大权了吗？一步之遥。黄祭酒，你来向郡守介绍一下五仙道的情况吧。五仙道纵横汉中30余载，一朝倾覆，在下不必羞惭，匹马单枪前来投奔，盖因所闻，大魏广纳天下贤士，必能庇护在下。我想说的是，陈宫，他是自己人。若非陈宫变身迷冲，处心积虑，我五仙道也不会轻蔑至此。国外此事，并非在下私心，这陈宫骨子里就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，绝不可信。我知道五仙道这次损失惨重，我把这个情况给上面汇报了。你放心，朝廷必有重赏。多谢，多谢此时郡守栽培。那陈宫的事情，你就不要再追究了。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受我之命。陛下下旨抚慰，这次五仙道立下大功，等我大魏统一天下，五仙道功不可没，封为国教，亦为可知。陛下雷家海内，无远弗届。陈黄玉遵旨。坐吧。等你回到汉中以后，要和陈宫打个配合。我知道你对他有些怨恨，但一切要以大局为重。我大魏吞蜀灭吴，一统天下，此乃不世之功，任何的牺牲都是必要的。陈公在上，肺腑之言，黄玉铭记。好。李岩将军不在府中，请曹院去将军书房等候。啊。请。
好久不见，陈草原。我来吧。此处隔墙无耳，可谈正事。高汤平死了，你的身份彻底安全了。只可惜，萧何会死追到底。需要我做些什么吗？情况奇变，你这边什么动静？李岩将军迷上我了，还给我写了首诗：青青河畔草，绵绵思远道。素手弄绿绮，所思在素溪。这是他的亲笔。真有雅兴啊！我先收下了，未来控制和要挟他的证据。高堂斌怎么回事？司职让我按照自杀报备。这么说，不是自杀？这只是我自己的判断。根据呢？直觉。没有细节。目前还没什么发现，可我就是觉得不对头啊。曹渊有什么为难之处吗？恐怕司职是对的。朝政权斗始终暗涌不息。此番诸葛丞相再度北伐，司文曹必须稳定，这是大局。可案子就是案子，倘若搁置，恐怕将来会酿成大祸呀。千里之堤，回蚁穴。这点我能不知道吗？高堂炳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？他高堂炳在司文曹的资历比你萧何还大，司里80%以上的人都跟他交好，而这80%里边又有99%跟你萧何一样，原本并不知晓他的真实身份。烛龙暗破，司里多少人人心惶惶。这种状态下，对曹魏的情报工作根本无法展开，就连基本的情报搜集汇总都受到了影响。丞相此番北伐是上了出师表的，一旦再度失败，后果堪虞。荀小河是什么人，我也明白。想让你就此收手，是不可能的。曹渊理解，属下敏感于心。行吧，你按你的思路走。不过我有个请求。曹渊言中了。有什么话单行吩咐。高堂炳之死，就按司职的意思，先以自杀上报，要稳定住司文曹的人心。你的调查只能暗中进行，不能打乱司里的正常工作。冯曹渊，这我怎么？这是底线。紧要时刻，任何案子都不能给司里添乱。这几日一定要拿下方营。
高堂炳之死还不足以扣死冯英吧？所以要做个局，让他进去。这一天我等了整整3年了，不能让他有地方。任姑娘，刺史跟你说过，冯英的紧急联络渠道。青石玉，赤焰峰。李岩将军已回府，请陈曹越稍等。小女告退。秦德，姐夫，杨长史来了。人呢？在书房。门口把着点。明白，姐夫放心。杨长史，少卿，你来了。这会儿我想你也该来了。丞相把我解禁，2次北伐马上就要开始。知道。我一会儿要去给李元将军做个汇报。不耽误，我中午就走回成都去。这么急啊？我是专程来找你的，少卿。我们的局布了这么久，该收网了。子之，哈哈哈哈！你早来了啊！久等了，久等了，久等了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坐呀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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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恩师，刚才我听了柳云姑娘弹的《孔雀东南飞》，真是天籁。不俗啊！没想到，你这刀光剑影的侠士，居然也能听懂琴曲中的奥义啊！汗颜，汗颜。不知道恩师让我来有什么事项？这音律呀，其实就跟你们斯文曹琢磨的人心一样，越是琢磨，越觉得深不可测。恩师高情雅致，人所不及。中午就别走了，留下来在这吃饭。啊，冯英也来，我找你们俩有点事儿。哎，窃听案以来，郭槐启动了清兵计划，盗取弩弓等等，只是障眼法，目的在于控制我上层，尤其是李岩将军。我们借力打力，反间清平，让他们的计划逐一得逞，连我自己都成了李岩的心腹。当时你帮我卖了，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在按照你的计划在走。可我自己也在迟疑啊。丞相是不知情的，我们这连环计要牵扯到很多人，这计划本身就是个非常手段，见不得光。一旦暴露，李岩绝不会让你我2人全身而退，恐怕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吧。而丞相也必受此牵连，还有斯文曹上上下下全部，交代不过去啊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但眼下我们只能险中求胜。想要扳倒李岩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既然他现在已经伸出手了，那我们就得顺势把他送进去。这事关重大，决心必须要下。好吧，中午李岩约我吃饭，我会跟他提交一个计划。那必须得把局给做死了。那是当然，只要他胆敢启动这个计划，
那他李岩就毅然踏上了黄泉路了。你办事我放心，只是这么一来，你恐怕就脱不了身了。我身虽死，大汉不灭，没什么可遗憾的。还有什么事是需要我协助解决的？有，司文朝内部有2个麻烦，我不好办。一个是司之，是。哎，司之那边的事儿，不过是10年前的复仇旧账，到时候找个机会跟他说开就是了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是小何，他对案子追得太紧，比我安排的步骤要快。高堂炳的死，他抓着不放，很快就会查到我身上来。我怕我撑不到最后那一刻。不让查？准确的说，是先按自杀报备，只能暗中调查。司里人人内行，稍有动作，必定走漏风声，这怎么查？你再给我讲讲高堂炳出事现场的情况。昨天晚上是我在司里轮值，来入册了啊！亥时跟子时交接的时候，按照守卫规定，有2个人在巡查。入册了。高司卫，入册了，高司卫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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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糟了！当我赶到监室的时候，高堂炳早就咽气了。什么时候送的晚饭？有记录，有时一刻，那时候人还在。问过送晚饭的人了吗？问过了，说除了有点萎靡不振之外，其他没什么异常。那就是说，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，案情都发生在酉时一刻至亥时末。对，就在这2个半时辰里。这段时间里，监室没有人出入过。高堂炳是重刑犯，必须有2把钥匙才能打开监室最后一道栅栏。想要私自潜入不留痕迹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少卿，大事拜托。放心吧，魏公。告辞。没事了，忙去吧。那个，姐夫。怎么了？吞吞吐吐的。杨长史这会儿过来，恐怕对姐夫不利呀。杨长史来过，对外一句都不能提，你直接把他给忘了。我是替姐夫担心呢。您想啊，您前脚刚把他卖了，他后脚就热脸贴过来，这能有好事吗？这朝廷上的事儿，你不明白，别瞎掺和了，啊！厉延将军和杨仪势不两立，姐夫可千万要当心呢。我明白。拜见大将军。陈曹元，曹元，坐。
少将，你到晚了。司留任急事出了一下，耽误了你时间。丞相北伐在即，本将军奉有密旨，要点此前已经向少敬交代了。少敬啊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说说看吧。自知是世交啊，知情人。当然，属下不是那个意思。四周布防严密，绝对安全，封草原请放心。前次大将军向属下交代，这次行动必须完成2个目标。一，丞相北伐，虚耗国力，以动摇国本，圣上密旨令其败于无形。2，行动本身不能牵涉到大将军身上，否则一旦失败，则是画虎不成反类全矣。少敬，你概括得很好嘛！啊，那题目出的这么难，封草原，你有良策吗？大将军出的题目，再难也得接下来审。少敬，你此话的意思是，已经胸有成竹了？此计是个连环计，可以分3步走。先干了这一杯，再听少敬慢慢道来。这计划说起来是分3步，但要点只是4个字：借刀杀人。愿闻其详。此番丞相北伐，其战术上较效仿淮阴侯韩信的暗度陈仓之策，命魏延所部从岐山道佯攻陇西，而丞相将率主力从故道奇袭陈仓，然后以陈仓为据点，转运粮草，进而威逼长安。所以这第1步可以将此情报泄露给曹魏，令其设局拒歼魏延所部。即便是先锋魏延所部被曹魏全歼，也未必能动摇北伐的根本。只是第1步，其目的仅仅是迟滞丞相攻势，使其不能顺利拿下陈仓，为我们第2步计划争取时间。但是，此计要实施，有2个难点啊。你说，其一，丞相北伐，暗度陈仓，是绝密计划。蜀魏情报传递环节众多，途中万一被我方截获，一旦逆向追查，很快会查到这个源头。恩师，你要面对通敌大罪啊。其2，蜀魏情报系统错综复杂，真真假假。封曹原，你又如何能保证曹魏高层相信我们送出去的这个情报是真的？这倒无妨，我有直接联系郭淮的情报渠道，他会信。你竟然有如此级别的情报通道，少敬，你了不起啊！大将军，为心服汉室，司文曹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。是，那
冯曹院如果能把情报直接送到郭淮的案头，此计可行。第二步就要倚重大将军之手了。先帝曾令大将军长期驻守江州，以挡东吴。哦，冯曹院，你要借的这把刀是东吴啊？死者是内行人，一点便通。这借刀杀人的第二步，大将军可派心腹之人假扮吴军，袭击我关卡哨位，切断吴蜀商道，然后再散布东吴犯境的流言，制造出一场我大汉将面临两线作战的惊天危机。可是东吴已经答应了丞相，攻打曹魏，吴主孙权率大军亲临宛城，怎么可能呢？兵不厌诈。冯曹院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东吴犯境也不必是真的，只要消息传回成都，反正丞相不在朝中，陛下自然就会宣旨，让大将军协调裁决。对，必定如此。一旦如此，本将军即可以备战东吴为由，撤掉粮草，发往东吴前线，伏地抽薪。这是谋逆呀！将军明鉴。